做手工到底赚不赚钱这个事儿，其实早在2年前我就跟我的学员们吐露过心声，就是能自己做博主的话，你就不要去寄拍。事实证明我真的说的一点都没错。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分高低贵贱啊，只是寄拍它现在在直播间真的一个比一个卷。我并不觉得你做寄拍比做账号能轻松多少，甚至你做账号走上正轨之后会更加容易。但为什么大多数人他都会选择去寄拍呢？可能有2个原因，一个是觉得哎呀，反正能把我的货卖出去就行了，我不想那么累。另外一种就是觉得东西要做得好看了，我的短视频流量才会好。其实这完全是2件事。那我的超级手工课里面有专门教大家怎么去拍手工短视频，怎么剪辑，有几种拍摄形式，做手工视频的框架和秘诀，视频数据你怎么去分析，包括手工的生意你应该如何起步，接单的技巧等等。但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还是选择了放在了博主训练营的社群里面，每个人的视频我都会一个一个的去看，逐条的分析学员的问题，让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我的目标就是在手工短视频这个细分的赛道里面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今年我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刷到了自己学员的热门视频，比如说195号的小耳朵，他的猫爪视频流量还是蛮好的。还有一个做流麻的同学，过年的时候就上热门，排单都排到了4月份。能把学员带出头真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最近我开始带几个开了线下实体手工店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宝妈，可能投了5、6万块钱开了一家店，然后总部还要考核他们的业绩，结果过了1个月连500块都挣不回来。所以当别人问我手工实体店能不能开的时候，我基本上90%都劝退，除非说你家自己有门面房，而且你还有稳定的客源，否则你最终还是要去网上找流量。那如果你有找流量的能力的话，你即使不开实体店也没有关系，比如说你可以开直播卖货，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开实体店的原因。那如果你想做手工短视频的话，可以来找我聊一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团购群里面经常有宝贝会出2手模具，有需要的宝贝记得找我进群哦。